大家好，我是蝙蝠侠，欢迎来到小令说。我们今天来聊一聊乐高。乐高毫无疑问是地球上最成功、最赚钱的玩具公司，每年都能卖出上亿套玩具。2023年，它的营收高达98亿美元。我跟你说啊，过去这半个多世纪，乐高总共生产了超过1万亿块积木，而且这1万亿块积木之间，它相互是几乎可以完全随意组合的。你想要是把这些全都收集起来，再平分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这样每个人都能拿一套1000多块的乐高回家玩去。你要知道，乐高这些套装真是挺贵的，比较大的套装能卖到500美元，甚至800美元。但就这么贵的价格，它还经常断货。我跟你说，真的会有很多小偷就跑到玩具店里偷乐高，甚至有坊间传闻说，这个乐高比黄金都还要保值。你比如说，这个是2013年动漫展限量款的一个蜘蛛侠小人儿，就这么个小东西，在二手市场的价值竟然超过了1万美元，你敢想吗？有人可能会觉得说，你看乐高卖这么贵，肯定是手里握着专利，坐地起价，把价格抬得爆高，然后跟奢侈品似的搞饥饿营销那套。我跟你说还真不是。乐高的利润率确实比 LVMH 还要高，但是它的专利早在30年前就过期了，现在谁都可以跟它竞争，但是依然没有人可以撼动它在玩具圈的地位。你说是资本的力量推着乐高搞互联网那套打法吗？那就更不是了。恰恰相反，你看这个是乐高现在的股权结构，这里边占3/4股份的大股东其实就是乐高的创始家族控制的，而另外那25%是乐高自己创建的一个乐高基金会控制的。反正总之就是全是乐高自己人，它还是个家族企业，就是那种最私营的私营企业，和资本完全就是两个极端。资本的玩法一般就是夸夸烧钱，然后靠资本的力量迅速扩张，而乐高呢，它恰好反过来，它是夸夸赚钱，然后靠着某种神秘的力量，也是迅速扩张。你说他靠的是什么神秘的力量？在电子游戏盛行、短视频大行其道的今天，就靠着卖积木玩具风靡全球的呢？咱们今天来看看乐高背后的商业秘密。讲乐高之前我先要特别感谢一下大家的支持，咱们频道的粉丝已经突破了200万，所以下一期我准备来一个 Q&A， 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听的话题或者问题呢，也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我们下期慢慢聊。对了，还有一个事儿，就最近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私信，说在 Facebook 上有不法分子打着小林的名义拉群，教大家投资，私信大家等等，这些所有全是骗子，全是骗子。小林不会以任何方式私信大家，也没有投资客，没有粉丝群，大家千万要小心，谨防受骗。好，我们言归正传，说乐高。乐高是一家丹麦的公司，它是1932年由一个丹麦人克里斯蒂安森建立的。这个老克里斯是个木工，他也没什么雄心壮志，就想在镇上开一个那种木质的玩具小店，做点什么小鸭子、小狗，然后弄个小轮儿，弄根绳可以拉着走的那种木质玩具，其实跟现在的乐高没什么关系。后来他就给这个公司，就这个木质玩具店的公司起名叫乐高 Lego， 源自丹麦语的 Legot， 大概就是玩得开心的意思。乐高后来的那种积木我就管它叫做点点积木，它其实不是乐高发明的，而是一个英国的玩具公司在1939年的时候发明的，也申请了专利。它跟现在的乐高已经长得很像了，对吧？但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它跟乐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不同，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出来我们一会儿揭晓。这个老克里斯呢，在1947年，他也买了一个做塑料玩具的机器，打算开始做这种点点积木。他当时还专门打电话给这个英国的公司，就说：“你好我是一个来自丹麦的小公司，能不能生产和你们这种类似的玩具呀？”结果人家给了一个明确的回复：“我不反对。”而且还补上了一句 “Good luck， 祝你好运。”这老克里斯一看高兴坏了，立马投入生产。不过后来随着销量一点一点起来，他们就发现这个积木在设计上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东西它连接的不太结实。你看这个积木里头它完全是空的，它就只能靠4个角那个摩擦力来固定，拉的稍微复杂一点或者多一点高一点就很容易散架。所以乐高在1958年对这个设计进行了改进，最主要的就是在这个积木的中间加了一些空心的管子，增加了积木之间它接触的点，从而大大加强了积木之间连接的这个稳定性。你别看就这么个改进，对吧？看起来不大，但它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基本上从那之后乐高它的一个基础形态就固定了，就你现在买的乐高跟你半个世纪之前买的乐高，它是可以相互拼接的。而之前那个英国公司申请的专利，乐高也在82年的时候以一个很便宜的价格就给买下来。总之就是这个点点积木它在专利问题上基本上没出现什么大的纠纷。你看这个是最早期乐高的积木，它完全没有说明书，也没有什么最终形态，就给你一堆这种点点积木，孩子们想怎么拼就怎么拼，让你充分的发挥想象力。因为它呢很容易上手，同时扩展性又很强，所以销量也就不断的攀升。而乐高玩具的形态也在迅速的进化。先是推出了乐高小镇，有了这么一套它玩具系统的概念。60年代它又成功的推出了轮子。
你别说看着有点小儿科哈，但这玩意儿小孩是真喜欢，拼完了你看还能当小车玩，哎，销量就开始大涨。到1968年，乐高在全球就卖出了1800万套玩具。后来呢，这个老克里斯的接班人小克里斯，他为了能更好的卖货，甚至在1960年代，在他的总部比隆小镇建了一个小型的机场。后来这个机场一点点的扩建，现在已经成了丹麦第2大的国际机场。也是在同一年，乐高还在比隆小镇开了一个乐高的主题公园，最开始只有3英亩，逐渐扩建成了24英亩，现在已经成了丹麦一个非常著名的旅游景点。你可以想象哈，60年代的时候，乐高其实已经卖得非常成功了。但我跟你说，这个只是它后面腾飞的一个开始。接下来的20年里，发展可以说是如入无人之境。70年代，乐高又有一个重磅的设计出现，就是它这个乐高小人儿，整个玩具体系进一步完善。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接一个的爆款，宇宙飞船系列、城堡系列、海盗系列等等。到1990年，乐高的营收已经达到了5亿美元，成为了全球玩具行业的巨头。说到这儿哈，我顺便考考大家，咱刚刚不是说乐高是丹麦的吗？那除了乐高，丹麦其实还有很多全球知名的企业，你比如说嘉士伯，就卖啤酒的。那你知道丹麦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其实也是欧洲市值最高的公司是谁吗？就是制药巨头诺和诺德。好，咱接着回来聊乐高哈。咱刚才说乐高的发展一路顺风顺水，势如破竹，但它可不是就这么平平淡淡就一路发展到今天的哈，不然咱也不会做这期视频了，是吧？90年代，乐高的增长就陷入了瓶颈期，感觉这个玩具有点卖到头了，市场有点饱和了。同时呢，专利还过期了，市场的竞争者们就开始纷纷涌入这个赛道。而更糟糕的是哈，整个玩具行业都在遭受着时代巨大的冲击，游戏产业和互联网产业开始兴起了。咱之前聊英伟达那期的时候，其实也提到过，随着显卡技术的进步，90年代可以说是电子游戏的一个井喷期，很多经典的游戏都是那个年代推出的。所以说这个时候的乐高本身在行业内部就受到剧烈的冲击，同时整个行业还在萎缩，你说它怎么办？它一方面开始加速推出各种主题套装，很多你可能甚至都看不到什么经典乐高的影子了。同时呢，也在疯狂尝试各种新的娱乐形式，比如推出自己的游戏、自己的杂志、小说、电视节目，包括媒体、服饰，扩建自己的游乐园等等。总之就是，虽然他嘴上没明说，但是行动已经在告诉大家，我感觉我原来的那个王牌点点积木可能似乎已经快不行了，已经要进入时代的垃圾桶了，我得抓紧时间，在被淘汰之前完成转型。那结果呢？你听着我这语气，你就知道这结果好不了。虽然它的收益在持续增长，员工数也在持续增加，可是利润却一年比一年低。1998年，乐高的营收达到了77亿丹麦克朗，也就是大概10多亿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可是却首次出现了亏损，净利润负2.8亿丹麦克朗。这很显然也表明乐高它正在挣扎。它也被迫裁员1000人，但依旧没有挽回颓势。2003年更是进入企业的至暗时刻，不光再次亏损，而且可以说是几乎看不到站起来的希望。乐高这个成长了70年的玩具巨头，已经站到了破产的边缘。于是2004年，乐高选择换帅，他选择了一个之前在麦肯锡工作过的，叫克努德斯托普，这个丹麦人的名字确实不太好翻译，我们就叫他小克作为 CEO。事后也证明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决定。小克可以说是拯救乐高，并且再次把他推向神坛的人。咱来看看小克他是怎么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小克想了很久，他发现乐高在过去10年忽视了一个最简单也是最基础的问题，就是 Why do we exist？其实你站在乐高当时的处境想一想它有这种危机感是非常合理的。你看游戏产业、互联网产业之后发展确实很猛，乐高它要想拓展一些其他的新兴业务，其实也没什么问题。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它有点失去重点，它失焦了。本来这些新兴业务你也没什么经验，然后哪个跟哪个又不挨着，就挂了个乐高的名，他们之间就没法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协同的效应，这就导致它战线拉得这么开，但几乎每一项业务都在亏钱。所以小克他做出的第一个改变，就是把重心重新放到乐高的王牌业务上，就是这个点点积木上。其他那些乱七八糟的业务线，对这个核心业务有帮助的我保留，跟他没帮助的咵全砍掉。这套降本增效的打法可以说是一些处在困难阶段企业的一个常规操作。不过这肯定是不够的，咱之前也说了，乐高它其实在核心业务，就是点点玩具这块，它也遇到瓶颈了。按照原来那套模式，它有点卖不动了。这个才是它核心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小克的选择其实也很简单他就打出了他的第一张手牌，就是回归用户、回归粉丝。
听着有点鸡汤是吧？就像现在很多公司都会喊一切为了客户，客户就是上帝，用户就是核心。不过乐高它不是个口号，它是真不含糊。比如他在当时的设计环节，玩具设计的时候就会把家长和孩子都让他们参与进来，去观察他们在玩的时候的状态啊、互动。一旦发现这个小孩不感兴趣了、不喜欢了，不行，这个玩具你得回炉重新设计。而且他回归的这个用户不光是孩子，你别看乐高这个业务是做玩具的，但其实它有着一个非常巨量的成人粉丝群体。这个群体还有个名儿叫 AFOS。虽然2000年之前乐高推出的那些玩具基本就是针对孩子的，你看一般它那个建议年龄最多就到16岁，但很多成年人他会自己在家里攒乐高，然后自创一些拼法玩法，他们之间还会相互交流。之前乐高其实并没有把这帮成人粉丝群体当回事儿，甚至会觉得这些狂热的成年粉丝会污染了他们的品牌形象。但后来呢，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各种贴吧论坛的出现，乐高他惊讶地发现这帮成年粉丝的群体是如此的庞大，而且在互联网的助推之下也在迅速的壮大。他终于意识到这帮成年粉丝的重要性。2005年的时候推出了一个叫乐高大使的计划，他们在全球范围内挑了20个乐高的成年大使，负责跟全世界的成人粉丝去交流互动，组成了一个成人的粉丝团，极力的帮助乐高进行产品设计、产品推广。这个作用是大大超出了乐高的预期。还有在2017年推出了 LEGO Life， 就是一个社交平台、社交杂志，大家就可以在里边分享你对乐高的看法、自己的模型、自己的设计。一方面呢，增加了粉丝之间的交互，另外乐高也能在这个交互当中得到最及时的产品的反馈。小克就说了，虽然我们只有120个员工设计师，但是我们可能有12万个志愿者设计师。乐高呢也开始推出了一些专门针对成年人的系列，复杂度更高，观赏性也更强。2007年，他们推出了一个超过5000块的千年隼模型，到现在都是非常畅销的经典系列。后来又推出了9000多块的泰坦尼克号，1万多块的埃菲尔铁塔，这些可以说都是乐高的名作。我跟你说我有个朋友，他就非常喜欢收藏乐高，就刚刚我们说那3大件，他家里都有，都特别大个，就在他家客厅摆着。他家那客厅本来就不大，几乎被乐高全占满了，都没地方下脚。其实你仔细想想乐高它这种以用户为中心的战略不光是说一个品牌形象的宣传，咱们就从商业的角度，它其实也是非常合理的。你想，乐高这些积木，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当然质量、供应链这肯定得有保障，但它其实非常核心、非常难的一点，就是你怎么利用这些非常简单的点点积木，去把它组装设计成大家爱玩的套装。它不能太简单，也不能太难，还得有足够的可玩性。而且你不光是设计出一套就好了，而是持续不断的，每年可能几百套的产出设计，持续不断的给大家带来这种新鲜感。你听着是不是就挺难的？这个产品设计可以说是乐高的重中之重。你与其说它是一个玩具制造公司，不如说它的核心其实是一个玩具设计公司。乐高它就非常巧妙的把它已经拥有的这么庞大的一个粉丝群体融合到了自己的玩具设计环节当中。关键乐高这个东西很神奇，它不像大多数产品设计环节可能非常的枯燥或者专业性要求特别高，它在设计的阶段就很有意思，本身就有很强的娱乐性，甚至对于很多资深的粉丝来说，你给我一套都设计好的套装，那有什么意思？他就喜欢自己设计，自己去搭建出来一套与众不同的东西。所以这些粉丝他们也非常有激励去帮助乐高完成产品设计。这样当乐高形成了这么一个庞大的粉丝群体之后，在生产之前有粉丝可以帮助不断的设计、建议、反馈，生产之后呢，粉丝又可以去玩，这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圈，也是乐高一个非常强大的护城河，让它不用依靠专利，也可以持续不断的推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设计。 Nice。我跟你说，我真的是无数次经过乐高店的时候，我自己就会感叹，你说这东西虽然贵，但设计的是真好。不过我说明一下，虽然粉丝群体在乐高整个设计链条里边非常重要，但也不是说它就全靠粉丝设计的，主要工作肯定还是人家专门的设计师去完成的。粉丝呢，一般就是提供一些建议想法、反馈等等，是这样的。你看咱刚才聊了这么多，其实都是小克的第一条战略，回归用户，回归粉丝。因为它确实比较重要，所以我们展开聊的多了一点。这个确实会帮助他设计出来大家喜欢的产品，培养出来一个特别紧密的圈子。但你说就靠这个，它就能成为宇宙第一大玩具公司了吗？这肯定不是吧。乐高它其实还有另外2张手牌，都是为了能让自己更出圈，去吸引那些不熟悉乐高的人路转粉。第2张手牌就是通过跟别的品牌的 IP 合作，去打造自己的
乐高宇宙。 Lego and Star Wars join forces. 你比如说乐高早在99年的时候就跟卢卡斯影业合作推出了星球大战系列。星战这个 IP 在亚洲人这边可能一直都不温不火，但在欧美人眼里那就是一个现象级的存在，一直到现在都是乐高最畅销的系列之一。乐高其实就是凭借着早期的星战系列、哈利波特系列才勉强熬过了98年之后那最黑暗的几年。后来呢，他又陆续合作推出了复仇者联盟系列、蝙蝠侠、指环王、蜘蛛侠、侏罗纪公园等等。大量最知名的 IP， 都能出现在乐高的这个宇宙里头，所以你也就在乐高的电影里，又能看到蝙蝠侠、超人、神奇女侠这些 DC 的角色，又能看到复仇者联盟这种漫威角色，甚至还能看到什么林肯、忍者神龟，甚至奥尼尔等等。是吧？就非常的神奇。这些 IP 呢，对乐高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个很好理解，不然那个蜘蛛侠小人也不可能在二手市场上炒到上万美元。不过这里头我最想探讨的是什么就为什么这些各大公司，什么迪士尼、索尼、华纳兄弟、环球影业，他们全都乐意和乐高合作呢？你要知道，他们之间可是掐得死去活来的，他们很少会愿意授权自己的 IP 形象给对方。但是他们跟乐高都是好朋友，甚至可以出现在一个电影里，你不觉得很神奇吗？首先，乐高和这些其他的品牌他们是怎么合作的呢？其实很简单，大部分情况下就是一个授权许可。比如说，我一个冰雪奇缘的乐高玩具卖100块钱，这里边可能10块钱就要交给迪士尼作为这个 IP 的授权费，具体分多少这个比例，那就取决于这个 IP 的价值了，它不是个公开信息。据我所知大概会在5%到20%这个区间。那你看这种合作对迪士尼的好处呢？首先，它风险很小。你看乐高，它品牌形象又好，产品质量又好，它不会砸了我的招牌。第二呢，它不会抢了我现有的生意。你看乐高宇宙，它是一个非常封闭的体系，它跟什么漫威星球大战都完全不是一个赛道。那些小人吧，它虽然也叫蜘蛛侠，也叫蝙蝠侠，但它长得一看就是个乐高。在大家心里，可能我是喜欢漫威还是喜欢 DC， 它确实会打架，就像有些人喜欢肯德基，有些人喜欢麦当劳一样。可是乐高呢，它就有点像个番茄酱。甭管您是喜欢肯德基还是麦当劳，都可以蘸一蘸我番茄酱。我只要保持我在番茄酱领域的霸主地位，你们就都会来跟我合作，而且大家还能一起赚钱。所以你看它形象又好，又不会抢了我自己的主营业务，又能给我带来营收，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你发没发现，咱这么一通分析下来，乐高它发展的一个关键就是你的野心不能太大。只要你一直都围绕着自己的这个乐高宇宙去打造，大家就一直都是好朋友，咱就老老实实的做咱的番茄酱。那不光什么肯德基、麦当劳，对吧？什么必胜客、达美乐，那不就有朋自远方来了，对吧？好，乐高除了打造它自己的乐高宇宙之外，还有它的第3张手牌，就是通过不同的媒介传播去打造自己的乐高矩阵。刚才是宇宙，这回是矩阵这个矩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电影周边游乐场等等不同的形式去打造自己的一个推广矩阵。你是不是想说，刚才你不是说了吗？90年代乐高就做了那么多，你都说不行，那不都是推广矩阵吗？非也。虽然形式还是那些形式，但是它的底层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些其他的产业不是说就不能做，但是呢，它得围绕着你的核心产品去展开。那核心产品是什么？咱说点点积木，你是不是听着总觉得怪怪的？因为人家就叫乐高呀，对吧？这还不说明问题吗？这个乐高玩具才是它的核心竞争力，它所有外围的产品都应该围绕着这个核心竞争力去展开。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去给这个核心，给这个玩具去打辅助，用矩阵的打法去推广乐高宇宙。这里边最成功、最出圈的就是乐高的电影。他在2013年跟卢卡斯影业合作，推出了一系列完全以这个乐高小人为主人公的动画短片，反响非常好，于是就趁热打铁。2014年又跟华纳兄弟合作，推出了首部独立大电影。That's me. Relax, everybody. I'm here. 我跟你说，就这个大电影，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可以说是让乐高出道即巅峰。说实话我是真没想到，就这么一个完全以乐高小人、乐高玩具为基础的一个电影，能这么出圈，连续3周霸榜美国电影票房的榜首，最终拿下了4.68亿美元的全球票房。而这个电影的成功，它不光是让乐高的粉丝嗨了一把，更关键的是，它让很多像我这样可能对乐高不是很了解，或者可能很多年都没玩乐高的人，又重新认识了它。就算看完电影你不去买乐高，但至少你对乐高的这个形象、这个好感度，对吧？它是有所提升的。之后呢，乐高又陆续推出了几部电影，虽然没有第1部那么炸那么出圈，但是也都带来了不错的反响。而这恰恰就是矩阵打法的好处，它不是说我出一部电影赚点票房那么简单，关键是大家看完电影以后会更喜欢乐高的玩具，会更爱买乐高的玩具，或者更爱给孩子买乐高的玩具，这个玩具的销量它就上去了。
类似他在自媒体的运营也非常成功，也差不多是这个逻辑。他在 YouTube 账号的动画片上经常就能出现那种破1000万播放量的视频。乐高还推出了一档真人秀，叫做 LEGO Masters 乐高大师。简单来说就是大家去比谁乐高拼得好。这个简单来说够简单吧？这档节目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有不小的影响力，不光是在美国、英国，包括澳大利亚、德国、波兰等等将近20个国家都推出了自己版本的乐高大师，而且像美国、澳大利亚都推出了至少4季，是吧？你可见它的影响力。你看围绕着乐高这些积木玩具搭建的这些非玩具形式的业务拓展，它其实会大大增加乐高玩具的受众面，结合着刚刚咱们说的 IP 授权的乐高宇宙，让乐高可以持续不断的吸引新的粉丝，不管是成人还是孩子，入坑。好，我们再来整体看一下这3大战略。首先它抓住了核心竞争力，就是积木玩具，让粉丝深度参与，打造了一个积木玩具的生态帝国，让乐高在这个积木领域成了一个无敌一般的存在。然后基于这个核心竞争力和其他厂商的 IP 合作，囊括了几乎所有大火的 IP， 打造了自己的乐高宇宙。同时利用不同的媒介形式，漫画、电影、真人秀等等，围绕着玩具打造了一个推广矩阵，稳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这么一套组合拳下来，既稳住了自己的基本盘，又稳步的向外去扩展扩张，而且这个成本也比较可控，还能保住自己的利润率，帮着乐高在现在娱乐方式这么眼花缭乱的今天，就靠着积木玩具成为了一个巨头。在经历了2000年初的至暗时刻之后，乐高2004年还是亏损将近3亿美元，到了2005年就开始转向盈利1.17亿美元，之后持续增长，到2023年利润已经达到了19亿美元，营收98亿美元。这个增长可能跟那些互联网科技公司比，它没有那么夸张，但是作为一个传统的实体的玩具公司，已经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而且你别忘了，它是几乎没有融资，没有资本运作，就是持续不断的稳定的现金流、稳定的利润、稳定的赚钱。那可能有些人说了，他赚钱因为他卖的贵呀，他是不是暴利呢？咱来看看他的这个成本构成。根据乐高的财报，你买的这个乐高玩具的价格里头大概有1/3是纯生产成本，包括像材料制造、生产的人工等等，然后有大概1/3是销售和运输的成本，还有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成本。乐高的营运利润大概是25%，就是1/4，这个水平呢确实不低，但你肯定不能说它是暴利。你比如说苹果就比它高。你提我干什么？说到这个财务数据我觉得有一点乐高做的还挺不错的。它作为一个私营企业大概从2000年开始，每年都会发布非常详细的自己的财报，还有可持续报告，把它的财务状况、发展的战略、遇到的问题等等，清清楚楚的去跟大众交流。你要知道，这种做法在私营企业里其实是非常少见的。虽说丹麦对私营企业确实有一定的这种财务透明度的要求，但像乐高这么坦诚、这么敞开大门的，可以说少之又少。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希望，小林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它、分析它，所以才这么全面的公开。嘿嘿，你看咱们今天聊的其实主要是站在一个商业财经的角度，说乐高是怎么发展的，它的战略是什么，护城河是什么。但我就站在一个特别感性的人的角度，我觉得乐高成功还有一个关键是什么就是它是一个挺招人喜欢的公司。可能因为它是个做玩具的，或者有些人说因为它是一个北欧的企业，或者因为它是一个私营企业，没有那么多资本的味道。总之不管你是接触它的产品、它的电影、它的真人秀、它的乐园等等，都会感觉到你进入了一个充满创造性而且非常简单但又饱和度拉满的这么一个世界，不太会感觉到什么商业或者金钱的味道在里面。你看，只要是在玩乐高的那些人，不管是小孩子还是大孩子还是老孩子，你都能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到认真，看到童真。这个在现在这么一个商业环境里边我觉得还是挺难的。就说你好我就是一个丹麦的小公司，能不能生产和你们这种类似的玩具它其实会大大增加霸榜美国电影票房的泡沫。